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日游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摔跤意味着大哭一场；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但对于老人来说，一次看似不严重的跌倒，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危及健康的并发症。新华社报道，今年3月，91岁高龄的袁隆平在三亚工作期间不慎摔了一跤，由此入院。大家在悼念袁老的同时，也注意到了老年人跌倒这件事的重要性。相比疾病来说，跌倒看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它对老年人而言，严重到可以致命。经常有这样的报道，家里老人摔了一跤，几天后就去世了。这并不是夸张。数据显示，跌倒是中国伤害死亡的第4位原因。而在中国65岁以上老人中，平均每10人就有3到4人发生过跌倒。摔倒最大的影响是引发骨折，主要部位为髋关节、脊椎骨、手腕部等处。其中，髋关节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有50%的患者会丧失独立生活能力，半年内死亡率达20%至25%。由于骨折造成的活动受限，还可能引发泌尿系统感染、肺部感染、血栓、褥疮等一系列并发症。一些老年人跌倒后甚至会产生心理问题，患上摔倒恐惧症。日常生活中连走路、运动都胆战心惊。摔倒虽然发生在一瞬间，但引发的条件是长期形成的。以下6个时刻最容易摔倒，老人们需要严防。1. 起床时，清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，血压、血糖等指标可能不稳定，易令人产生头晕、头痛、眼花、胸闷等症状。此时如果急着起身活动，摔倒风险就会大大增加。建议睁眼后先在床上躺1分钟，然后慢慢坐起，等1分钟后再将2脚放在地上，这样可防止脑缺血引起的摔倒。2. 起夜时，据临床统计，超过50%的老人骨折是起夜时摔伤造成的。起夜时的血压变化造成脑供血不足，造成短时间头晕，而夜间光线昏暗，老人视力差，再加上半夜头脑不清醒，极易摔伤。建议床边装一个小夜灯，将房间过道的杂物清除，卫生间放个防滑垫和扶手。腿脚不好的老人千万别怕麻烦，起夜时尽量叫醒家人。3. 洗澡时，浴室湿滑，老人行动力下降，洗澡难免用时更长，当温度逐渐升高，会导致血管收缩，出汗增多，造成缺氧、头晕、目眩等症状。建议洗澡不宜超过15分钟，浴室门不要反锁，可带个防滑小板凳，坐着洗既省体力，又不用担心摔倒。浴室地面应采用防滑瓷砖，并铺放防滑垫，尽量安装扶手或固定物。4. 等车时，长时间站立排队，老人易体力不支，加上公交车进站时突然快速移动，人群拥挤，极易摔倒。建议外出最好随身拿一根带板凳的折叠拐杖，等候时不要一直坐着或站着，可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关节。5. 乘扶梯时，老年人肢体不够协调，乘扶梯时掌握不好节奏，很容易摔倒。建议尽量选择乘直梯，如果只能选扶梯，应保持双脚等肩分开站立的姿势，抓紧扶手。6. 接电话时，很多老人一听到电话铃响或震动，就会条件反射的紧张，急着去接听，忽略了肢体动作的协调性。建议不要给老人选择过于尖锐急促的铃声，老人也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慢慢接听电话的习惯。老年人发生跌倒事件后，不要紧张，更不要贸然起身，在自我感觉清醒的状态下进行一些操变，可起到自救效果。所以老人朋友要掌握以下这些急救方法，做个不倒翁。
首先，相对于臀部着地或一侧身体着地，用手撑地给老人造成的伤害以及治疗的难度要小得多，所以我们不推荐臀部着地。原因是，如果跌倒时坐在地上，支撑点落在臀部，易导致股骨颈骨折、腰椎压缩性骨折、髋关节骨折，或者是一侧身体着地，支撑点在身体胯外部，就容易伤及股骨，导致股骨粗隆间骨折或股骨颈骨折。若治疗不及时，可能会引起肺炎、褥疮、泌尿系统感染、关节挛缩、血栓等危及生命的多种并发症。推荐老人摔倒时用手撑地，原因是摔倒时用手撑地，损伤的往往是腕关节，顶多导致耻骨远端或桡骨远端骨折。手臂骨折在护理上不需要卧床，康复训练容易做，不会发生致命的并发症。还要提醒大家，老人一旦滑倒，先要检查伤势，不要贸然爬起。感觉剧烈腰痛时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因为腰椎骨折后随意活动，很可能造成骨折移位加重，严重时下肢可能瘫痪。如老人跌倒后是仰卧位背部着地，先屈曲双腿，慢慢挪动到有被子、毯子或垫子的床、沙发或椅子旁，然后盖好被子，保持体温，使自己处于比较舒适的体位平躺。充分休息后，待体力恢复，用手抓住沙发或床腿翻转身体，使自己变成俯卧位，双手支撑地面抬起上身，然后抬起臀部，弯曲膝关节，尽力使自己面向床、沙发或椅子跪立，双手扶住床、沙发或椅面，尽力站起来。如发现自己肢体不能活动或活动后剧烈疼痛，此时应尽快呼救，救人者也不能随意背抱伤者，应用硬板将伤者抬到医院，或拨打120，由专业医护人员救助。由于老年人对疼痛的感知力差，往往忽视问题，越拖越严重，所以如果老年人摔倒，出现身体不适，一定要尽快就医。为了保证老年人的健康，我们也应提前预防老年人跌倒。关于预防这件事，可以从居家环境的布置、合理饮食和科学适量的运动等方面做起。首先是确保居住环境布置的安全，有以下5点需要注意： 1. 确保室内灯光明亮，夜间睡觉时留一盏夜灯。 2. 保持地板干燥防滑，人行通道没有障碍物。 3. 坐的椅子要稳固，有靠背、扶手。 4. 警示需要的物品，例如水杯、尿壶等，要放置妥当。 5. 助行器、拐杖等摆放在容易取用的位置。其次要确保饮食结构合理。 1. 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量，如肉类、鱼、鸡蛋及奶类。在饮食上可以这样安排：每天5到6两肉类、鱼、豆腐。奶类方面就每天1到2杯，每天鸡蛋1个，注意要连蛋黄一起吃。此外还可以在医生建议下增加蛋白补充剂。 2. 注意补充维生素 D， 如每天晒太阳15分钟，鼓励老年人多做一些户外活动，光照可以增加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，或者在医生建议下增加维生素 D。3. 多吃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海产品，如海鱼和海藻等。W-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肌肉蛋白合成，改善骨骼肌力量。4. 增加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硒、锌等的摄入，有利于提高机体抗氧化防御系统能力，防止老年人肌肉衰竭，提高免疫功能。最后还要进行有氧运动结合抗阻运动。 1. 多做有氧运动，如慢跑、游泳、快走等，有助于增加肌肉氧化能力、耐力，改善心肺功能，减少肌肉内的脂肪。建议每天应进行30分钟的有氧运动。 2. 适量做抗阻运动，如举重、坐位抬腿、拉弹力带等，有利于增加肌量和肌力，使我们的动作可以更加快和有力。建议隔天应做20到30分钟的抗阻运动。
3. 常做柔韧性的运动，如瑜伽，做些伸展动作等，有利于增加关节的柔韧度，同时使我们的动作幅度增加。建议每天应进行10到20分钟的拉筋或伸展运动。4. 常做平衡性运动，如太极，增强我们的本体感，从而可以增强我们的平衡力。建议每天应进行10到30分钟的平衡性运动。5. 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，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的方法1，把弹力带绕在腿上打结，在弹力带的阻力下，平行把脚向前伸缩。锻炼下肢肌肉力量的方法2，把弹力带绑在椅子上，靠上脚掌，脚掌用力往回勾。其实您在平时休息的时候，或者看电视的时候，就可以做这2项运动。每天坚持做1次，感觉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出汗，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